士亲王号航母是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2号舰，2019年12月进入英国海军服役。性能参数方面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差不多，两者的满载排水量大约为6.5万吨。搭载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-35B 舰载战斗机。不过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自服役以来，一直在英国家门口的北海进行训练，并没有在海外执行任务的经历。去年10月，该航母参加了北约组织的代号为“联合勇士212”的联合海上军事演习，重点检验了该舰的作战性能以及担任旗舰的协调指挥能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英国海军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在英国国防部去年3月发布的《竞争时代的国防报告》中，提出了英国版的两洋战略，也就是一边紧盯大西洋，另一边远眺太平洋。英国媒体声称，去年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印太地区，就向外界展示了英国海军的强大实力。英国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一，雄霸各大洋，但是100多年过去了，英国早就衰落了。他的海军在世界上只能算是2流，但是他又不甘心衰落，还要刷存在感。因此，他现在可以说是眼高手低，真正要发生了冲突，可以说，英国的决策就是吃不了兜着走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大西洋家门口，老老实实，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维持世界和平，而不是跑到别人家门口去挑衅。实际上，英国海军虽然有2艘航母服役，但舰载机数量不足一直是其最头疼的问题。此前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海外部署时，还曾搭载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-35B 舰载机，结果该舰在归国途中还意外损失了一架 F-35B 舰载机，让原本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。众所周知，舰载机是航母战斗力的核心来源。目前，英国海军接收的 F-35B 舰载机连装备1艘航母都无法保证，所以英国媒体宣称其双航母已经形成战斗力，完全是吹嘘。这次英国人他高调宣传，跟他自己的考虑是有关的。一方面，我们说英国现在觉得自己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双航母的国家，那反过来说呢，这个船之前我们讲出了很多的问题，军官的相关的俱乐部的舱室那像水帘洞一样，这种事故在全世界的航母里面都很少见，丢人丢得很厉害。再加上现在英国人说我这航母上有 F-35，但是他的 F-35是英国皇家空军的，就皇家海军一架 F-35其实都没有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他的实力跟他的纸面战力之间，它有差别。有分析认为，此时英国出动威尔士亲王号航母，对北约的军事实力有一定提振的作用。而从目前局势来看，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会谈进入死局，俄乌边境的冲突风险陡然增加。It seems that the risk of war in the OSCE area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last 30 years. 美国以雷响战鼓，那么英国统领的这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会否对俄出手，值得关注。